萨瓦迪卡，大家好，我是一白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建议，就是我们佩戴这些佛牌圣物的一些建议，一些中肯的建议。我不建议大家请很多，搞什么所谓的收藏。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讲这些东西呢？因为在前段时间有一个老客户，然后他找到了我，他说好长时间不见啊，我们寒暄了一会儿，他说我想麻烦你个事儿。我说什么事儿啊？他说可能要耽误你很长时间。我说没事，你说吧。他说就是我在你这儿请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牌，我有的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，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，不知道，什么都不了解。就是当时可能了解，但是后来就全都忘了。你看像这个我都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我说没关系，我说你把照片发给我吧，发给我。然后他拍了一个远景，整个办公桌啊，就他那个茶海满的，就给铺满了。我一看大概得有100多尊，100多尊的。当时我也非常惊讶，我跟他说，我没想到你请了这么多。他说可不是吗？他说就是那会儿，就是你发什么我请什么，发什么请什么。我说感谢你的信任，有些东西我可能也看不太清，我需要你拿近拍给我。他一个一个不厌其烦的，我也不厌其烦的去一个一个就是再介绍给他。然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我相信他在不久之后，可能就是现在，他又忘了。就是随便拿出一块，我相信我一问他，我说你现在告诉我它是什么，他可能还是不知道。他记录的那些东西只是为了记录，我不相信他是喜欢，他可能就是为了他的情绪买单。这个情绪有可能就是别人有我也有，就这个圈子嘛。因为他身边也有一些老板喜欢这些东西，他们不光是喜欢佛牌啊，还有一些什么瓷器啊什么的，在我这儿也买过花瓶啊，就是什么都喜欢吧。所以今天给大家建议就是，找到一尊好牌，一直带下去。这个可能大家司空见惯，都这么说。找到一个好牌，然后升级到好牌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建议大家在非常不了解的情况下就请一些非常昂贵的东西，因为昂贵就是怎么说呢？佛牌它本身大家要知道啊，不论是我手里的，你看，你就即便是怂得沃拉康或者是半捆蓬这样的顶级的一些圣物，还有一些像白兰，这些当年大家知道吗？100多年前，你看现在它是在佛牌圈里啊很厉害很棒，就都会夸奖，但是在当年它就是免费结缘的，是免费的，不要钱的。白兰一当年30铢就能结缘到，30铢啊！那现在有了市场，有了金融属性、商业属性，包括投资属性，然后泰国本地的一些华裔，大多都是华裔，他们喜欢存一些佛牌，还有黄金，尤其是包了金的佛牌，或者是纯金的佛牌，他们会收藏一些。但是对于他们来讲，就是佛牌这个东西，它属于小众圈子，它不是大众的，它不是每个人都认识，不是真的像黄金一样。我们不要去用价格去衡量一尊牌的好坏，一尊牌的包括它的力量的大小，这个是完全错误的，绝对是谬论。为什么这么笃定的说呢？因为我们以一个常理来想，假如你是一位师傅，一心修行，不为名利，真的是古代的那些没有什么 TikTok、Facebook， 晚上下山的那种师傅，就是单纯的在庙里去修行修心，然后普度，帮助周边的百姓，给予他们真诚的祝福。这些百姓每当他们有了心病，有了心里过不去的坎儿，找到你都会给予他们一个答案。这个答案支撑着
他们不断的前行。这个答案让他们在社会上能更好的对待他人，能真的以内心的善去面对这个世界，去维护共同的这么一个友善的环境。虽然说这个世界它是熵增，这是热力学定律嘛，事物会不断的混乱，但是我们作为人来讲，我们要维护这个社会，维护这个环境，我们就要人为的去减伤。减伤就是秩序，秩序就是大家共同要遵守。比如说排队不要加塞儿，不要随地吐痰，不要随地大小便，不要随地扔烟头，不要走道不顾及别人撞来撞去，等等等等。这个就是大家通过宗教，通过这些庙里的和尚们传达的、接收到的一些东西，然后自发的愿意去维护这个秩序，这个才是一个社会会越来越和谐的主要原因。虽然它还是会上增，但是它的速度会很慢，最终地球走向灭亡，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代人该考虑的。所以一白想说的是，如果你不了解一个师傅，我讲的就是不是说你非得认识这个师傅啊。你看有好多师傅的死了，我也不认识他，圆寂了我也不认识他。我想说的是，通过你对他的了解，一些文献上的一些记载，不是说这个师傅帮了什么人，今天喝这符，明天老板发家了，不是那些神迹的描述，那些都是民间传述的，口口相传。他的爷爷跟这个师傅当年关系很亲近，然后见到了一些东西，但是大家发现了吗？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这个世界。比如说你和我，咱们两个是小学同学，然后一起长大，在某一年我们成人以后，比如今年我快40了，你也快40了，我们一起聊天，然后聊到了小时候咱们共同发生的一件事儿，你会发现你讲的东西跟我讲的东西不一样，是2个版本。我会惊讶你的记忆是不是出错了，然后你也会惊讶，不对，你才记错了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记忆都是，它不是正确的，它经常会骗我们，它经常会自己脑补画面，脑补那些我们可能不愿意接受的一些观点、一些东西，然后脑补成我们愿意接受的，把它美化成另一个版本。所以说这么多，我们要了解一个师傅的为人，就要从他的生平开始。了解一个师傅的生平，就相当于我们了解这个师傅他的成长环境，包括他为什么出家。有人出家是为了犯罪，不是，有人是因为犯了罪才出家。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个真正的，去了解一个师傅的生平，去找一些文献，了解完了这个师傅的成长环境以后，选择这个有意思，适合我，我喜欢这个师傅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然后再去看他一些法会，一些比较知名的或者是受邀的等等，这个就是看我们对某一尊这个师傅加持的一些圣物，它的外观我们的是否认同包括数量还有价格等等等等。但是一白想说的是，一个真正好的师傅，他是不会张口闭口就提钱的。他告诉你，老铁带着我这个牌吧，就你顶了。在真正的师傅眼里，一个好的佛牌，拿了一个价值连城的佛牌，师傅也会淡然一笑，因为他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，就是指引你向善。当然了，这个指引你向善不是字面上的那么浅薄的意思，它背后有一套非常科学的、神经学的，包括心理学的解释机制、运行机制，这就是我那套方法。那么我们遵循着这套方法，就可以获得它的帮助。这个是一个结果，是起因和结果。所以当我们真正了解了这个师傅以后，认同了他的成长环境，认同了这个师傅他的观点、他的世界观、他的一些育人的理念以后，把他当做一个精神导师去佩戴他的圣物，这个时候他对你就有了初步的作用。不论它是否昂贵，
不论它是新牌还是老牌还是古佛，这些都是我们人为区分的。所以一白想告诉大家的是，如果我们不是搞收藏，也不是搞什么就是发烧友那种，我一定要集齐多少个才能召唤神龙那么一个执念，我们佩戴一尊就好。不论你是包亚克力，还是包个萨德雷，包一个普通的钢壳，还是银壳，还是金壳，不论是什么，你喜欢它就好。戴上它以后，笃定的前行，它就能给予你一些力量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闲聊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萨瓦迪卡。